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夜色浸染了云顶轩36楼的落地窗，将一城灯火化作璀璨的背景板。包间内的喧嚣，在服务员将那份皮质账单夹轻轻放在张扬手边时，瞬间凝固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期待着一场华丽的收尾。张扬脸上得意的笑容在打开账单的那一刻，像被冰封住了一样。一片死寂中，我缓缓站起身，从他僵硬的手中抽出账单，迎着他难以置信的目光，平静地笑了笑，轻声问道：“怎么了，班长？这顿饭你付不起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人到了中年，似乎总绕不开两件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一场不知谁会缺席的同学聚会。前者是为了寻找迷失的自己，后者则是为了在别人的身上找回曾经的自己。我叫李默，一个在这座繁华都市里再普通不过的中年男人。当我收到昔日高中班长张扬发来的同学聚会邀请时，心里并没有太多波澜。信息里，张扬特意强调了地点：云顶轩，这是本市最顶级的几家餐厅之一，人均消费足以抵得上一个普通白领半个月的薪水。他还在群里意气风发地宣布，多年未见，甚是想念，今晚一切消费由他承担。群里顿时一片欢呼和吹捧，仿佛张扬还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班长。我看着手机屏幕上不断滚动的奉承话语，只是淡淡的笑了笑，回了句“一定到”，便将手机丢在了一边。周六的傍晚，我提前了半个小时抵达云顶轩。我没有像张扬要求的那样把车停在餐厅门口显眼的位置，而是找了个偏僻的角落停好。我穿的也很随意，就是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一条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裤。这身打扮与云顶轩金碧辉煌、服务员都穿着笔挺制服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当我走进预定的观澜厅包间时，里面已经到了10几位同学，大家多年未见，起初还有些拘谨和生疏，三三两两地坐着，聊着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有人聊孩子升学的烦恼，有人谈论着最近飞涨的房价，也有人抱怨着单位里复杂的人际关系。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被岁月和社会打磨过的痕迹，眼神里藏着各自的故事。我的到来没有引起太多注意，只是和几个关系还不错的同学打了声招呼，便找了个角落坐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包间的气氛逐渐热络起来，大家似乎都找到了当年的感觉，称呼也变回了当年带着外号的名字。就在这时，包间的门被砰的一声推开，主角张扬终于登场了。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名牌西装，手腕上那块金光闪闪的手表在灯光下格外刺眼。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他介绍说是他的助理。同学们，不好意思，来晚了，刚才在跟一个客户谈一个上千万的合同，实在脱不开身啊。张扬洪亮的声音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他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中的豪车钥匙随意地抛在餐桌的转盘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那明晃晃的标志让不少男同学的眼睛都亮了一下。班长就是班长，日理万机啊。是啊，张总现在可是我们市里的风云人物，年轻有为的企业家，跟着张总肯定能发大财。一时间，马屁声如潮水般涌向张扬，他显然非常享受这种感觉，脸上洋溢着志得意满的笑容，
仿佛一位检阅士兵的将军。他大手一挥，对着服务员说道：“把你们店里最好的菜、最贵的酒都拿上来，今天一定要让我的同学们吃好喝好。”他的目光在包间里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我身上。他先是愣了一下，似乎没认出我，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带着一丝夸张的表情走了过来。“哎呦，这不是李默吗？我们的老同学。”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大的让我微微皱眉。“李默，你怎么坐在这里？来来来，坐到我身边来。”我不动声色地挪开了他的手，微笑着说：“不了，我坐这里挺好，看得清大家。”张扬似乎对我的拒绝有些不满，但当着众人的面也不好发作。就在这时，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女同学名叫王林，她有些迟疑地看着我开口了：“李默，我前几天好像看到你了。”我抬起头对她笑了笑。王林接着说：“那天下午下着大雨，我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外卖服的人骑着电瓶车在路上飞驰，那背影特别像你。”他的话音刚落，包间里顿时安静了不少，所有人的目光都唰的一下集中到了我的身上，眼神里充满了探究、同情，甚至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张扬听到这话，眼睛瞬间亮了，仿佛找到了一个新的可以展示自己优越感的舞台。他立刻抓住了话头，用一种看似关切，实则居高临下的语气说道：“李默，原来你在送外卖啊？”他的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包间里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哎呀，这工作可是够辛苦的，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啊？”没等我回答，他便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这样吧，你也别干那个了，太没前途了。我公司正好缺个保安队长，我看你就挺合适，工作轻松，就在办公室里看看监控，一个月我给你开8000，五险一金都交齐，怎么样？比你送外卖强多了吧？”他的话引来了几位势力同学的附和和哄笑。“是啊，李默，班长这可是关心你，多好的机会啊！快谢谢班长吧，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那些刺耳的笑声和议论声在豪华的包间里回荡，显得格外突兀。几个和我关系还算不错的同学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想为我解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我能感受到那些投向我的目光像一根根细小的针，虽然不痛，却让人很不舒服，仿佛在他们眼中，我就是一个落魄潦倒、需要被施舍的失败者。我深吸了一口气，将心头涌起的那一丝波澜压了下去。人到中年，早已过了那个会为了一两句嘲讽就面红耳赤的年纪。我抬起头，迎向张扬那充满优越感的目光，脸上没有愤怒，也没有羞愧，只是平静地笑了笑。“谢谢班长的关心。”我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任何情绪。“我现在的工作挺好的，很自由。”我说完，便低下头，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轻轻地吹着气。我的平静似乎让张扬觉得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让他准备好的一大堆人生导师般的说教都无处发挥。他脸上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冷哼一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主位上。一场本该充满温情的同学聚会，从这一刻起彻底变了味。它不再是叙旧的场所，而成了张扬一个人的财富展览会和成功学讲座，而我则不幸地成为了他用来反衬自己成功的那个最落魄的背景板。宴席正式开始，一道道精致如艺术品的菜肴被端上餐桌：澳洲龙虾、阿拉斯加帝王蟹、法式煎鹅肝、
这些只在美食杂志上看到过的昂贵食材，如今就摆在眼前。张扬每上一道菜，都要绘声绘色地介绍一番。这道龙虾必须是当天从澳洲空运过来的，保证鲜活。还有这个和牛，看到这雪花纹里没有5级的，入口即化。他说着，还故意夹起一块牛肉放到嘴里，闭上眼睛，露出一副极其陶醉的表情。接着他又让服务员拿来了几瓶包装精美的红酒，这是我特意从法国酒庄订的。82年的拉菲可能有点夸张，但这个也是珍藏版的，市面上轻易买不到。他一边说着，一边熟练地用开瓶器打开红酒，给身边的同学挨个倒上。酒过3巡，在酒精和虚荣心的双重刺激下，张扬的话匣子彻底打开了。他开始大谈特谈自己这几年的奋斗史，从如何抓住机遇，赚到第1桶金，到如今公司即将上市，身价即将过亿。他口中的每一个数字都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同学们的心中炸开一圈圈涟漪。我去年刚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了一套500平的大平层，全款，车库里停着3辆车，1辆商务接待用，1辆自己开，还有1辆给我老婆买着玩的。前段时间刚带我全家去欧洲玩了1个月，花了差不多70-80万吧。毛毛雨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金钱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大部分同学都听得如痴如醉，眼神里充满了羡慕和崇拜。他们纷纷向张扬敬酒，嘴里说着各种恭维的话，希望能从这位成功人士身上沾染一些财气，或者获得一些所谓的资源。班长，以后可要多带带我们这些老同学啊。张总，我儿子明年就大学毕业了，您看能不能安排到您公司实习？整个包间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名利场，人性的趋炎附势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有少数几个同学，比如当年我的同桌陈静，他和我一样，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低头吃着菜，很少说话。他偶尔会抬起头，担忧地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和无奈。我能读懂他的眼神，他大概是怕我难堪。我冲他微笑着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事实上，我确实没事。我没有感到自卑，也没有感到愤怒，我只是觉得眼前这一幕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悲。时间真是个有趣的东西，它能把一个当初在课堂上背不出课文会脸红的少年，变成一个油腻而又喜欢吹嘘的中年男人，也能把曾经青涩的友谊用金钱和地位腐蚀得面目全非。我始终保持着沉默，做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我看着张扬在众人面前口若悬悬，滔滔不绝，看着他被酒精和奉承冲昏了头脑，脸颊涨得通红，看着他一会儿高谈阔论国际形势，一会儿又指点江山般的评价着在座每一位同学的前途。当他又一次将话题引到我身上时，语气中充满了施舍般的怜悯。李默啊，不是我说你。他端着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身边。人啊，还是得有追求，不能安于现状。送外卖能有什么出息？你看看你，再看看我。他指了指自己手腕上的金表，又指了指我身上的夹克。这就是差距。听我的，明天就去我公司报道，别浪费了大好年华。他的话音未落，旁边立刻有人附和道：是啊，李默，班长是为了你好，多听听成功人士的建议没坏处。我依旧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我发现，当一个人内心极度渴望被认同时，
他的表现往往是歇斯底里的。张扬就是这样，他需要不断地通过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廉价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就像泡沫一样，看起来五彩斑斓，却一戳就破。我拿起面前的酒杯，里面是价格不菲的红酒。我对着张基举了举杯，淡淡的说道：“谢谢班长教诲，我干了，你随意。”说完，我将杯中的红酒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划过喉咙，带着一丝苦涩。我的举动再次让张扬感到无趣，他可能更希望看到我恼羞成怒，或者卑微地接受他的施舍，但我偏偏没有。我这种油盐不进的态度，让他感觉自己的所有炫耀都像是打在了一团空气上，毫无回响。宴会的后半段，张扬似乎是觉得在我这里找不到存在感，便将火力转移到了其他人身上。他点评着这个同学的工作不够体面，那个同学的老公不够上进，仿佛在座的所有人在他这位年薪100万的成功人士面前都活得一败涂地，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好几位同学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明显的不悦，但碍于张扬今晚我买单的豪言壮语，大家也都敢怒不敢言。我偶尔会抬起头，目光越过喧闹的人群，看向窗外。窗外是城市的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正在为生活奔波的灵魂。他们或许没有张扬那么富有，但他们的生活未必不比张扬更真实、更快乐。我注意到包间的服务员换了好几个，他们每次进来上菜或者添酒水的时候，都会不经意地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询问和恭敬。这个细微的动作，除了我，没有人注意到。我只是微微点头，示意他们照常即可。张扬的炫耀还在继续，甚至愈演愈烈。他开始拿出手机，给大家展示他那套江景大平层的照片，展示他和某位名人的合影。整个聚会已经完全沦为了他的个人秀，曾经的同窗情谊被他用金钱踩在脚下，碾得粉碎。我看着眼前这出荒诞的人间喜剧，心中没有波澜，甚至还觉得有些好笑。我默默地等待着，时间在喧嚣和吹捧中悄然流逝，转眼已是深夜。晚宴终于接近了尾声，桌上的菜肴大多已经冷掉，昂贵的红酒瓶也东倒西歪地立着。不少同学都已经显露出醉意，说话也开始大着舌头。张扬更是喝得满面红光，他靠在椅背上，挺着他那标志性的啤酒肚，一脸满足地打着酒嗝。他享受着众星捧月的感觉，仿佛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今天大家吃得开心吗？喝得尽兴吗？他大着舌头问道。开心，尽兴。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应着，声音里充满了对买单者的敬意。那就好，张扬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豪气干云的一挥手，冲着门口喊道：“服务员，买单！”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包间里回荡，充满了不可一世的霸气。所有人都停下了交谈，满怀期待地看着门口，准备欣赏这场盛宴最后的华丽篇章。班长潇洒地刷卡买单，一位穿着得体、举止优雅的餐厅经理亲自走了进来，他手中捧着一个制作精美的黑色皮质账单夹，脸上带着职业化的标准微笑。他没有直接走向张扬，而是先不着痕迹地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先生，您好，这是您本桌的消费账单。经理的声音恭敬而又礼貌，他微微弯腰，将账单夹双手递给了张扬。张扬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潇洒地接过了账单夹。他甚至没有马上打开，而是先将账单夹在手中掂了掂，
然后用一种开玩笑的口吻对大家说：“大家猜猜，我们今晚吃了多少钱？我猜怎么也得1万多吧。”差不多。班长点的可都是硬菜，酒也都是好酒。班长大气，这顿饭估计抵得上我2个月工资了。同学们七嘴八舌地猜测着，言语中充满了对张扬财力的吹捧。张扬听着这些话，脸上的笑容愈发得意。他清了清嗓子，缓缓地打开了那份黑色的皮质账单夹，准备用上面那个惊人的数字给今晚的个人秀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然而，就在他打开账单，目光触及到底部那一串总计金额的数字时，他脸上的笑容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一样，瞬间凝固了。包间里原本嘈杂的气氛，随着张扬脸色的变化，迅速地安静了下来。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停止了流动，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张扬的异样。他那原本因为酒精而涨红的脸，此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点地褪去血色，变得苍白。他的嘴巴微微张着，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账单，仿佛上面写的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一篇他无法理解的天书。班长，怎么了？一个离他最近的同学小心翼翼地探过头去，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数字能让刚才还意气风发的张总变成这副模样。当那位同学看清账单上的金额后，他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这声惊呼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湖面，瞬间激起了千层浪。更多的人好奇地凑了过去。我看看多少钱？天哪，个10、100、千、万、48888，不是吧？我没看错吧？当那个清晰的数字48元800被念出来的时候，整个包间陷入了一片死寂。这个数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沉甸甸地压在了每个人的心头。它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心理预期。他们以为这顿饭顶多1、2万，可谁能想到，竟然会是一个如此惊人的天文数字。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聚光灯一样，齐刷刷地打在了张扬的身上。大家都在等着看他如何应对这个尴尬的局面，是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面不改色地掏出一张黑卡，说一句不用找了，还是张扬的手指在账单上无意识地滑动着，指尖甚至有些微微颤抖。他的脸色由白转青，额头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他年薪100万或许不假，但那指的是税前，而且包含了各种年终奖和分红，并不是他可以随时动用的现金流。让他一下子拿出近5万块钱来请一顿饭，显然已经触及到了他的痛处，甚至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些什么来挽回自己的面子，比如质疑一下账单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当他看到账单上每一项消费都清清楚楚地罗列着，每一瓶酒、每一道菜的单价都明码标价时，他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因为这些菜、这些酒确实都是他亲口点的。包间里的寂静让人感到窒息。刚才还在高声吹捧的同学们，此刻都低下了头，有的假装玩手机，有的假装看窗外，谁也不敢去看张扬那张已经涨成了猪肝色的脸。尴尬的气氛在豪华的包间里迅速蔓延发酵，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拉得无比漫长，每一秒对张扬来说都是一种煎熬。就在这极度尴尬的寂静之中，一直沉默着的我缓缓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椅子与地面摩擦，
发出了一声轻微的声响，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我没有理会众人投来的惊讶目光，径直走到了张扬的身边。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呆呆地看着账单，像一尊石化的雕像。我伸出手，从他已经有些无力的手指间，轻轻地、不容置疑地抽出了那份让他颜面尽失的账单。我低头瞥了一眼那个刺眼的数字，然后抬起头，将目光转向脸色铁青、嘴唇哆嗦的张扬。我的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我的语调平静得像一潭深水，却清晰地在死寂的包间里响起。怎么了，班长？这顿饭你付不起吗？我的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划破了包间里那层名为尴尬的伪装。他不想，却字字诛心。所有人都猛地抬起头，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目光看着我。他们大概没有想到，全场最落魄的我，竟然敢在此时此刻对今晚的主角张扬说出如此具有挑衅意味的话。张扬的脸瞬间从猪肝色变成了酱紫色，羞辱、愤怒、难堪，种种情绪在他脸上交织，让他那张原本还算体面的脸变得有些扭曲。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猛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恼羞成怒地吼道：“李默，你什么意思？你一个臭送外卖的，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风凉话？你是在看我笑话吗？你是在羞辱我吗？”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刺耳，彻底撕碎了他之前苦心经营的成功人士形象。然而他的咆哮并没有换来我的任何反应，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像在看一个丑态百出的小丑。就在张扬还想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那位一直恭敬地站在一旁的餐厅经理突然迈步走到了我的面前。他没有理会暴怒的张扬，而是对着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然后他用一种带着询问和请示的口吻低声说道：“老板，这里的账单需要怎么处理？”老板这2个字就像2颗平地惊雷，在众人的耳边轰然炸响，整个包间再一次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如果说刚才的寂静是因为尴尬和紧张，那么此刻的寂静则是因为彻彻底底的震惊和难以置信。所有人的嘴巴都张成了 O 型，眼睛瞪得滚圆，目光在我和经理之间来回移动。他们的大脑似乎已经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惊天反转而彻底宕机了。张扬那准备继续咆哮的嘴也僵在了半空中，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到错愕，再到迷茫，最后定格在了无尽的荒谬和恐慌上。老板，你叫他老板。张扬指着我，声音颤抖地问经理，仿佛在确认自己是不是因为喝多了而出现了幻听。经理直起身，依旧保持着恭敬的态度，语气却不容置疑：“是的，先生，李默先生就是我们云鼎轩的创始人，也是我们唯一的老板。”这番话彻底击碎了所有人心中最后一丝侥幸。真相以一种最具冲击力的方式赤裸裸地展现在了众人面前。原来今晚的一切都像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而他们就是剧中那些最愚蠢的配角。那些曾经附和着张扬嘲笑我的同学，此刻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们的脸颊火辣辣的疼，比被人当众扇了耳光还要难受。而张扬，他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双腿一软，颓然地跌坐回椅子上。他目光呆滞，嘴里喃喃自语：“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你不是送外卖的吗？”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没有报复的快感，
只有一丝淡淡的悲哀。我将手中的账单递还给经理，然后平静地开口，向所有人解释。我的声音不大，但在寂静的包间里却显得格外清晰。这家云鼎轩确实是我几年前投资开的。至于送外卖，我顿了顿，看了一眼众人。我们餐厅也开展高端外卖业务，主要服务一些 VIP 客户。有时候店里订单多，或者遇到一些特别重要的客户，我不放心交给别人，就会自己去配送。一来可以保证服务质量和客户体验，二来整天待在办公室里也确实清闲，出去跑跑，体验一下一线员工的生活，了解一下市场的真实情况，对我来说不是坏事。那天王林在雨中看到我，应该就是我刚好在给一位老客户送他定制的晚餐。我的解释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这下再也没有人怀疑了。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震惊、羞愧、尴尬、悔恨，还有一丝敬佩。我没有再理会已经面如死灰的张扬，我转头对经理说：“今晚的账单给我免了吧，毕竟来的都是我的同学。”经理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好的，老板。”说完，他便拿着那份作废的账单，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包间。包间里只剩下无法收场的尴尬。我最后看了一眼张扬，这个曾经意气风发，此刻却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的男人。我走到他的面前，依旧用那种平静的语气对他说了今晚的最后一句话：“班长，同学聚会的意义在于重温旧日的情谊，而不是把它变成一个攀比和炫耀的舞台。一个人的价值也从来不是由他开什么车、住什么房，或者一顿饭能花多少钱来决定的。真正的强大是内心的富足与平和，是懂得尊重每一个为生活而努力的人，而不是靠贬低别人来获得那种虚假的满足感。希望你以后能明白这个道理。”说完，我不再看他那张已经毫无血色的脸，我对着那些从始至终都保持着善意和沉默的老同学，比如陈静，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我转身，在众人复杂的目光注视下，迈着从容的步伐，第一个离开了这个已经变得无比压抑的包间。当我走出云鼎轩的大门，外面的冷风吹在脸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今晚的这场聚会不欢而散。后来我听说，张扬成为了同学圈里最大的笑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再在群里露面。那些曾经嘲讽和附和他的同学，都私下里给我发来了道歉的信息，我没有回复，也没有拉黑，只是和他们的那份同学情谊大概也就到此为止了。反倒是像陈静这样从头到尾都保持着善良和尊重的同学，我们之间的联系反而因此加深了。我们又约着小聚了几次，在路边的大排档吃着烤串，喝着啤酒，聊着过去的傻事和如今的生活，轻松而又惬意。这或许才是同学聚会本该有的样子。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剧本，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你永远不知道那个穿着外卖服在雨中疾驰的背影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人生。所以永远不要轻易用自己的认知去定义和嘲笑任何一个努力生活的人，因为你可能永远都付不起那个账单。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